这个女人真是太牛了。她正在一具尸体上找东西，甚至连小宝贝都受不了了。求求她放过尸体，但女人不喜欢的拍走，终于在里面找到一个钱包。浏览一堆年份超过预期的照片，女人随意地撒向空中。接着女人走到一个抓娃娃机前边，看着萌萌哒的玩具，她环顾四周扫视了一下，看了一下周围没人，她拿起刚买的粉色皮肤枪，对着玻璃之后就开始乱射了，然后背包满满的，所有东西都可以直接拿。这种38米长的冰淇淋，她从未尝过这个味道。这国家发生了核战争。6岁时，她和家人一起逃跑，终于到达的避难所了，但是发现门关不上，距离爆炸还有几分钟。于是妈妈决定自己关上门。此刻核弹爆炸，一道耀眼的光快速笼罩了我的母亲。核爆炸过后，城市已经完全毁坏，从此父女只能在避难所互相依靠了。每天爸爸都在叫她打拳，帮她活得更好。时间匆匆流逝，100年后的一天，外面的世界已经重新充满了生机，可是城市却依然空无一人。他叫瑞海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但是他没有朋友祝福他，只能拿着喜欢的薯片，找个喜欢的骷髅陪他聊天。这里没有人能胜过他的口才。忽然有只兔子跑出来了，这个是核爆后的难得好吃的东西。他用枪瞄准兔子，不忍心动手。有只狼从我背后冒出来了，跟着兔子走吧。他只能遗憾地放下枪支。然后瑞海回到了避难所。他回来后发现爸爸受伤了，伤口感染严重，需要赶紧用抗生素治疗。家里的药已经没了，但是药物只有少数人拥有。瑞海准备好装备，不管爸爸不同意，来到戒备森严的医院，仔细看一下后面形状。他滑索去医院，钻进通风管道，顺利进入药店，将抗生素装进背包，准备回去时被巡逻兵抓到了，响起警报声，然后往下跳。经过一轮激烈的交火后，瑞海直接破玻璃躲进树林，后面一群人一直追来不停，他却不小心跌入了一个深坑，就这样幸运地逃出了。天亮时，瑞海起身离开去家里。他按照地图来到了一个坟场，熟悉的感觉让他掀开了石头，然后他发现了一本日记，打开后居然写着祝瑞海生日快乐，有个事情我们必须得做，我们要赶紧找到上传者，回到过去去救韩泰树，只有你能保护他不被西格玛伤害到。接着一张照片掉下来，我们的结婚照和一个男人拍的，他吓得脸色都变了。打开棺材发现有2个骸骨，当他碰到骸骨时的感觉想起了一些模糊的回忆，他好像记起了点什么，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。回到避难所后，他马上问起爸爸是谁。爸爸是谁？我救他就能阻止核战争吗？不行，你做不到。深夜爸爸睡着后，瑞海决定去找答案。瑞海独自走在废墟中的城市里，他没过多久就遇到沙尘暴了。他转身离开，迎着可见度很低的沙尘暴，他无意中被卷入了流沙中。他惊慌地挣扎着，但是他越挣扎越陷越深。就在流沙要吞没他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一根绳子。他爸爸不相信他，一直找到了他。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工厂，一个士兵走过来，拿着仪器在瑞海手臂上印上一串条码。然后爸爸立刻嘱咐说：도착하면 바로 뛴다. 아무한테도 붙잡히면 안 돼. 절대 안 돼. 잡히면 그냥 아무 말도 하지 마. 말 못하는 사람처럼 굴어. 알았어? 随着时间机器的启动，她的身体渐渐变得无影无踪。这个女人赤脚走在铁路上，尽管脚底伤痕累累，她不在意。突然有个强光亮起来，没人料到一帮穿黑衣的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。她意识到不妙，急忙转身逃跑。女人一直来回走动在火车之间，黑衣人很快就找不到方向了。她成功逃脱了追捕。非常饥饿的女人打算捡垃圾找点吃的，然后被一个拿刀的男人看到了。女人毫不犹豫地伸手抓住了对方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男人家吃饭了。女人直接合着香蕉皮开始吃，男人看得一脸蒙圈。电视正在播放彩票开奖结果，女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数字22。10号。女人这一招让老彩民的男人立刻兴奋起来，想问明白具体情况。就在这时，电视新闻正在播放韩泰树会长的消息。当主持人谈到量子与时间公司和韩泰树时，女人的身体开始变得时光混乱，灯光开始变得闪烁不定。男人吓坏了，女人当场昏倒。女人醒来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床上，男人送来了早餐。他随手拿起一支笔，并提高警惕，去看看自己的行李箱吧。看到东西都在，他才安心。男人对这个女人照顾得很周到，还要告诉她吃香蕉剥皮更好吃。男人还希望她能帮他迅速致富，但女人就只说3个字：한태술。这就是他穿越未来的目标。
这个名字是韩泰树的人 ，IQ 超过180，是个能改变世界的科学巨才。他建立了自己的企业，专注于研究量子和时间。韩泰树有好几亿的财产，是个真正的富豪。韩泰是研发了时光机，正因为这个时间机器，世界发生了核战争，使本应多姿多彩的世界沦为废墟。然而他们并不知情，他的行踪已经被监控到了。那人穿着防弹衣冲了进来，却只看到躲在角落里的男人。在任何狭小的地方都不能持有枪支。黑衣人进房间后都很快被打败，他们冲上楼顶，瑞海和黄毛在战火纷飞的地方奔跑，在屋顶来回走动，最后他们还是被逼到了死角。你对 S 怎么看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想去。瑞海带着黄毛直接跳楼了，幸好导演安排了垃圾车拯救了他们。仔细观察3万英尺高处，因空气湍流，夜间飞行的飞机摇晃了一下。空姐说地震了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。机长正在劝慰乘客，突然有东西撞倒了机长，然后右侧发动机也坏了，飞机失去操控，黄坠从万米高空以惊人速度往下坠。副驾驶向塔台求助，但没人回应，飞机上的氧气罩掉了下来，乘客们疯狂抢面罩。这时男人拼命冲进了驾驶舱，检查机长的脉搏，发现已经来到了鬼门关。然后他看着副机长，他还没被抓走，于是给他戴上氧气面罩。他用塑料板贴上胶布。副机长醒来后一脸疑惑，看不到吗？我在修飞机呢。然后他用胶带封住了缺口，机舱压力马上就好了，机舱意识恢复正常。遗憾的是，5飞机的控制系统就在这个时候崩溃了。现在飞机飞得很高，大约有6干米的高度，飞机还有3分30秒就要坠毁了。如果我修复电力，你能保证飞机降落安全吗？他确定了时间，让副机长每30秒提醒一次。时间不够了，已经过了30秒了，他才想到解决办法。男人直接拔掉了飞机的控制面板，找到故障线路了，拿起打火机开始焊接。紧急关头，公司副总给我打电话了，所有董事都在等他开会。男人却说我事情很多，还在天上修理飞机。副总觉得这是找借口。你是怎么在飞机上接电话的啊？现在飞机已经穿过云层了，在城市上空悬浮着。男人打开视频，开始谈论继承事宜。我会韩式泰拳，把存款、股票和可转让定期存单都拿出来，除了最顶层的高级公寓外，其他所有不动产都全部变现，投入1半资金来成立基金会，给予社会回馈。给我想一个基金会的名字。开始倒计时了，随着起落架慢慢打开，速度为240公里小时。飞机飞过一座高楼，副机长紧紧盯着方向，因为飞机上百名活生生的人，这是决定生死的最后一场对决，生死全由天命决定了。快要坠机了，没问题，我不会让飞机掉下来。但他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床上了。各大媒体都开始报道这个壮举，一家3口目瞪口呆。男人打开了哥哥的骨灰盒，把罐子轻轻放地上，接着他拆开了塑料袋，拿起罐子往里倾倒。这种粗鲁的举动让一家人惊讶不已。接着他说，这个罐子太老了，得换了，把密封袋锁上了，把罐子放回原位了，提着袋子自信地离开。韩泰树拿着哥哥的骨灰离开，来到实验室后立即启动仪器，开始做测试。基因对比报告很快就出来了，结果他并不是他的哥哥，这说明哥哥可能还没死。就是在昨天，他经历了一次飞机事件后，马上就会发生空难了。没事，我能阻止他坠毁。被送进医院，昏迷不醒了。回到家门口时，他出院了。一个满脸伤痕的男人挡住了他的路。韩泰树一瞥就认出了他，原来他就是副驾驶，但他却建议我要非常谨慎，说他正在被警方追捕，不是飞机被鸟撞上了。接着递给他一个记忆棒，匆忙逃跑了。韩泰树一脸疑惑，满脸都是问号。回家插上 U 盘，这是飞机上的录像，居然有个行李箱撞上了飞机，这是什么？是人吗？是人吗？嘿兄弟，没可能，哥哥不是已经没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么高的地方呢？几个月前，他亲眼看到哥哥躺在停用的房间里，也是自己亲手扔进火炉的。为了弄清事实，也叫人搞点资料，通过飞机的海拔和飞行速度，考虑到行李箱与飞机的碰撞轨迹，通过聪明的理工男进行计算，计算行李箱掉落的位置。第二天，我开着桑塔纳来到了野外，他挥舞着旗帜寻找标点，最终他居然找到了那个箱子。这时他想起他哥说过的话，他的密码都是他的生日，就是你吗？终于打开了箱子，里面有一些信息，一部智能手机，还有一把不知道是哪个锁的钥匙。坐回车里，刚解锁手机，有人敲门进来了，直接喊哥哥的名字，他装成哥哥的声音。对方问他到达了没有，他问我有没有带钥匙。哥哥好像
和他们有点交易关系。当别人问你手臂上的数字是几时，韩泰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喂，你不是韩泰山吧？对方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。家门口停了好多警车，家里乱得像被抢劫了一样。韩泰树告诉警察，他家就是这样，虽然看起来乱，但这是我按自己的喜好摆放的。突然他注意到画被别人碰了，拿下画像后看到5个大字：不要找你哥。然后他开始试试看这把钥匙能不能打开什么地方，家里的锁全都打不开，可他还是坚持不懈，拿相机把照片都冲洗出来，结果让我震惊不已。上面还有去世哥哥的照片，还得把我今天找行李箱的照片找到。更可怕的是还有明天发布会的照片。你结婚了吗，会长？你在说什么鬼话呢？我不认识这个妞儿，你和陌生人结婚了吗？这小子真烦人，我现在也不明白怎么回事。他突然记起哥哥有一个秘密的地方，或许那里有答案。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这里的墙上贴满了报纸简报，这些发黄的报纸上写的都是还没发生的事情，竟然还有自己明天发布会的新闻简报。原本放箱子的地方现在也不知怎么就不见了。这时他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，他说保险箱已经搬走了，但是无法强制开启，否则里面的东西会自动消失。还想知道你兄弟的情况，带着钥匙来釜山碰面吧。韩泰树感觉事情越来越奇怪，他能在釜山找到答案吗？回家后，韩泰忠决定参加釜山的发布会。瑞海撩起衣服，发现只是轻微划伤，应该是昨天逃掉时弄的。周围的女生都吓得溜之大吉。他拿起几张厕纸，就这样简单的处理伤口吧。黄毛正在买去釜山的票，他花光了全部财产，只能买到2张最慢的车票。瑞海出了卫生间后，黄毛向瑞海抱怨生活太难，社会太不公平，连釜山回来的钱都用光了。瑞海很同情这个年轻人，趁他上厕所的时候偷偷写下了彩票的中奖号码，拿了车票就自己走了。他们一起来到车站，却又相互错过。黄毛回来后发现瑞海不见了，他匆忙四处找寻，他着急的差点冲进女厕所。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车票上了，希望瑞海能透露下期开奖号码。他没注意到那张彩票。黄毛跑向站台，可是火车已经离站了，现在的黄毛快要崩溃了。他身无分文，只能无家可归，在路边坐着，路人对他视而不见。黄毛火冒三丈，但还是把钱放进了兜里。这时他才发现彩票已经有号码了。看着快要到期的购买时间，他疯狂地跑起来了。他急忙赶到一家彩票店，突然出了故障，终于在最后2分钟找到一家，但是还差100元。这估计是幸运吧，地上竟然弄脏了。刘913居然中了一个28亿的大奖，从此就开始过上了奢华的生活。韩泰树公司新品发布会当天的另一边，安保系统正处于不断进行中。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楼道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他明明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刺杀韩泰的专业杀手。这时保安前来巡查，发现地上一个神秘的盒子。我弯腰查看的时候，一个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男人从我背后走过来，保安发觉有点不对劲，突然转身了，就被那人抓住了，猛撞上天花板。到达后，男子迅速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，目送了保安离开。他穿上了保安的服装，携带着箱子来到发布会场地，找一个高地架好狙击枪，等待韩泰树的出现，保持安静，马上就要开始发布会了。然后韩泰树拿了一块糖放进机器里，输入一堆难懂的代码后，机器开始快速运转，显示出红蓝交替的颜色。方糖突然被某种磁场影响，分解后的组分穿越到韩泰树面前，重新排列倒进杯子的东西，瞬间传送穿越，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这是他自己搞出来的新发明量子传送装置。此刻瑞海也来到了会场，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件，为了救韩泰，瑞海只能硬着头皮冒险。会场里，韩泰突然呆住了，他好像在人群中遇到了他的哥哥。你是哥对吧？ Quant 是韩泰山的名字。副总快点去管住场面，狙击手也瞄准了他。瑞海突然冲进来了，举牌子，蹲下，来不及了，杀手已经开枪了。韩泰没能挺住，倒下了，一瞬间乱成一团。一个非常勤奋的保镖用自己的身体挡下了一枪，来保护了韩泰树。虽然副总想要去救韩泰树，但被一个美女抓走了。这时瑞海大开火力来到舞台上，然后立刻将韩泰无声地拖到讲台后面。如果队友阵亡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对的，不可以直接扶，要先扑灭火势。大家得记住这个小知识点哦。有郭南放弃，狙击没办法了，用手枪近距离作战，冲那烟雾就是乱射。等到掩体后，两人就消失不见了。瑞海和韩泰树拼命逃跑中，两人又见面在走廊里。瑞海的反应很快，走位非常灵活，凭着灵巧的手脚，成功解决了杀手，
却被错认为是绑架韩太树的坏人。接着两个人在走廊里消失了，追不得已两人从楼顶沿着玻璃墙滑下去，两人平安着陆，吓得韩太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对着瑞海就是狂叫，差点丢命啊！你是谁啊？瑞海完全懵了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我刚才救了你一把。有点白痴。韩太这时才意识到，他和照片里的女人长得一样。我刚才想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两把来福枪已准备好，一个自称是普社长的男人现身了，就是之前和韩太打电话的那个人。你能和我聊聊那个叫韩太树的人吗？普会长带他们去了一家超市，他打开了冰箱门并按下了一个按钮，冰箱背后有条暗道，然后进了地下室。他想和韩太树做个交易，只要给他钥匙，他就会把这一切的真相告诉韩太树。他想要钥匙的原因，因为保险箱里有时光机的设计图。韩太树发明了未来时光机，他和瑞海都是从未来来的人。管制局负责为了抓住这些闯入的，然后把他们禁起来，免得他们搞乱社会秩序。接着普会长领着他们进了另一个房间，这里有个机器叫下载机，它能提前察觉到穿越者的位置。很快仪器发现了一个即将到达的穿越者。几个人开车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，由于某个磁场的干扰，机器信号发生了变化。我到了，一个行李箱突然冒出来了。此时的韩太树真是难以置信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然后他走过去想要弄清楚，就在手下准备给男性注射什么药物时，韩太顺势下蹲，把药放在手下大腿上就打一针。同时这边时间管控部门也收到了穿越者的信号，瑞海趁机逃脱了控制，逃走。管制解除后，人们快速赶到，普社长只能先撤退了。韩太树正打算溜走，却被地上的男人一把抓住了，让韩太带他走了，然后告诉他我知道韩泰山在哪里。他一听到他知道哥哥的消息，立刻下定决心跟随韩太树，他就跟着走了。但是这里到处都被人管住了，在瑞海帮助下，他们顺利偷了一辆车。刚刚发动车，瑞海被管制局逮捕了。快点走吧！韩太树看到情况不妙，只能倒车逃走。押送瑞海回去时的路上，管制有些严格，一辆汽车直接撞翻了押送车辆。他的韩太树真棒。然后他们到达了穿越者的家，他给他妈妈煮了一包方便面，这是男子母亲最想吃的。原来他妈妈是今天离世的，他回来是为了 fulfill 心愿，和母亲道别，实现心愿。来人记下了地址，告诉他们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不要去楼上和书房，还有你待在家里。此时门外已经有很多管制局的人聚集了，门被炸开了，一群武装分子闯入了房间，一颗烟雾弹突然冒出来了，在浓雾中他们乱开枪乱射，男子中弹保护妈妈。瑞海趁机解决几人。仔细瞧，理科学霸韩泰又进入高效学习模式， Real Ola 很轻松的在给可乐加点水，然后往可乐瓶里加入瓦斯，一个追踪导弹飞出去了，直接抱住头，连着防弹头盔一起。一个人喝着瓶装可乐，一准到哪打哪。处理完房间里的所有问题，两个人抢了一辆车，继续逃跑中。管制局根据监控开始抓捕，他们用遥控器操纵无人机，想截住两个人。凭借韩泰的超赞驾驶技巧，成功解除无人机的依赖。管制局还一直紧紧尾随，前面的路被堵住了，二人被迫走到断桥旁，两个无助的人决定一起投进水里。听到枪声后，瑞海被击中，两个人分别掉进水里，瑞海晕倒掉进水里。突然瑞海眼前出现一道光束，韩泰树把昏迷的瑞海拖到了岸上，带着他来找心理医生阿珍。瑞海被枪伤昏迷不醒，他正在给瑞海找药。阿珍回来了，真是好消息。看到一个陌生女人躺在沙发上，阿珍准备报警，但被韩泰树及时阻止了。他一再解释，阿珍开始帮瑞海看病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瑞海发现韩泰点了一堆菜，他很好奇未来会是怎样。你来就没有吃的了吗？还有，你提到的那场战争和我阻止制造上传者有什么关系呢？会发生战争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会守护你，这样可以阻止核战争。然后他们按照穿越者提供的地址去了那里，参加一个豪华派对，打算找韩泰树的哥哥。他递给了瑞海一个盒子，并通知他危险来临，按红色按钮，这里的建筑经常断电。瑞海成功进入会场，他完全忽略了会场里的帅哥，他对几万块的红酒不感兴趣。但他看到一个慌张的男人走过去后，他控制不了自己了，立即追了上去，却被男人拽走了，警告他别和韩泰树有太多接触，和他在一起，韩泰树就会变得更危险。瑞海一脸惊讶，他还没来得及解释，男人就匆忙走了。瑞海还想搞清楚一件事情，可管制局的人拦住了去的路。瑞海随手拿起了刀叉，无法避免一场战斗，做点操作
用手提包击倒2个人，迅速溜出后门，来到酒会门外，灯突然亮了，然后子弹打中腿，一个狙击手正在远处盯着他。祝你一路顺风。紧要关头，瑞海按下了红色的按钮，突然一片黑，可瑞海腿受伤还没走远，灯又亮了，他被管制局团团围住。此刻，瑞海已经放弃了。突然，一辆赛车急速驶过，人群迅速散开，车门打开了，原来坐着的是一位变得很有钱的金发小伙子，开上豪车，一踩油门就飞驰而去。此刻，韩泰树还在2楼会场寻找他的哥哥，准备离开时，无意间发现桌面上的合同，原来是他亲手研发的时光机器，把一切都卖给一个叫西格玛的人。突然有人推门进来了，公司的大佬。韩泰树拿着合同质问他是怎么回事。西格玛是个什么人？他是啥人？我们的资助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一直都给你批啊！代表理事，韩泰树哥们儿，我要把消息传遍。你有什么要讲的？这世界上有个时间机器，有人从未来穿越过来，他早就知道实情。他激动地扼住了理事长的脖子。突然有人从背后扎了他一针。他先是拿起砖头去了大街上，冲着一个路人拍了照，然后把他的衣服穿上，拿钱出来租了一间房子。他打开行李箱了，里面装了些奇怪的液体和一堆旧报纸。打开电视看看日期，接着开始翻看旧报纸的内容，靠着报纸上的消息，用朋友的钱去买彩票，得到了第一笔钱，用丰厚的奖金换了一个有窗户的房间。然后他找到了一张报纸，标注有价值的信息，拿奖金炒股票了。反复试了几次，男人的房间很快就变成了钞票堆。然后他碰到一个股市高手，让他自由买卖股票，短短1个多月就赚了一大笔钱，收益翻了10倍。但男人一点都不高兴。第二天，那个男人面对财阀安排的丰盛晚宴，他讨厌的移开，拿出了过期的鱼罐头来品尝，满心欢悦的舔着手指。吃完后记得擦擦衣服。拿出一瓶神秘的药水放在桌上，男人对着财阀说：“这样能治你老婆的病。”富豪难以置信。旁边人告诉他，肌肉萎缩是治不好的。男人脸上毫无表情的回答：“这药现在很常见，反正你老婆也快不行了，使用也没问题，需要的时候随时找我。”转身就走了。富豪目睹妻子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表情，决定试试将药物注射入注射器内。让人惊讶的是，妻子刚刚吃了药，手就神奇的抬了起来。然后财阀表示感谢。男人拿出了一张照片，韩泰树在医院醒来，副总和阿珍告诉他说，他昨天在研讨会上不小心受了伤，他已经昏迷了整整1天。韩泰树说，这段时间和瑞海在一起是假的。阿珍告诉他，今天是8月19日。韩泰树真的太差了，看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打开电视查看时间，医院病历单上的所有时间都是8月19日。难道以前的事都是自己胡思乱想的？韩泰完全懵了。韩泰树回家后质问副总，你发誓过我们的友情，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你在撒谎？我也希望我是撒谎的。韩泰树被困在豪宅里，以治疗的借口断绝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不停给他吃药控制他的记忆。阿珍会来帮他心理疏导，让韩泰看到幻想。最后你问到那把钥匙放在哪里了？由于药物的副作用需要做一些改进。韩泰树痛得晕过去了。突然间地上就摔碎了一个杯子，他立刻醒悟过来。他站起身来朝杯子走去，捡起地上的东西，他看见了一张掉下来的照片，上面是他和瑞海的结婚照。他笑了一下，脑海里涌现了所有的回忆。阿珍看到后立马召唤了所有保安。阿珍暂停了进一步的行动。韩泰树按下干扰器，突然一片黑暗，他很快逃走了。杯子是从哪儿来的呀？那晚瑞海被黄毛救了，一直找不到韩泰树的行踪，只能硬着脑袋去跟普社长进行交易，把钥匙丢到桌子上。只要救出韩泰树，钥匙就是他的。普社长的部下很快用下载者找到了韩泰七。由于周围有很多守卫，普社长决定利用下载者的特点，把干扰装置直接送去韩泰树家，帮他逃出来。得把这个东西一起送过去，砰的一声扔掉，一定会引起韩泰树的关注。然后瑞海提前到了韩泰通往逃跑途径的位置。韩泰跑进一条小巷，找一台无绳电话。他展示了他的绝技，拾起了一只铁钉，拔掉网线，找到 WiFi 频道，连在一起，一个电话机已经装好了。给瑞海打电话时，瑞海一开口，瑞海就让他闭嘴。一发子弹一个，打败所有对手后，他们照着约定做，把钥匙交给了普社长。因为他确定韩泰树哥哥不会把时光机的资料放得这么危险。普社长尝了尝过期的钥匙的味道，打开保险柜，发现里面只有一封信。韩泰通过信件了解到，哥哥拿走了文件，终于确定我哥还在呢，一直默默守护着他。哥哥对幕后黑手西格玛毫不怀疑，不料他就在哥哥身边潜伏着。韩泰突然明白了，不是他拍的那些奇怪照片，但是在找西格玛。普社长没有得到资料，
就持枪威胁韩太树去找我哥哥要。愤怒的普社长准备解决2个问题，外面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。瑞海趁普社长不留神，拿走了他的枪，有2个人从后门溜走了。为了保护机器和手下，普社长各尽其职，关好门，别出去，记住了吗？他自己出去了，把管制局的带走。之后，韩太树见到了理事长，询问关于西格玛的下落的信息。他拿出一个录音器，在聚会那天早上，在晕过去之前，把录音机放在了桌子的边上。阿珍和理事长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了。理事长无奈地说了一下，多亏了西格玛，时间量子集团才有今天。由于西格玛人没跟理事长联系，所以理事长联系不上他。他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公开揭露幕后黑手西格玛的行为。你就坐着等我，我会来找你的。接着他用人脸对比技术，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了西格玛的资料，找到了负责管理西格玛基金的经理，去他家找线索。可是被告知前几天发生车祸去世了。基金经理的太太向他们透露，老公过世前收到了一个叫西格玛的人送的一幅画作，他自己画的。韩太树用手机拍了这个画，然后透过那幅画，最后找到了确切位置。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冒险，如果不妙，一定躲我后面，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有信心。别开玩笑了，行吗？2个人走进房间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，却发现另一幅图。韩太树马上明白西格玛的意思，画里的那个西西弗斯，希腊神话里的永恒罪人，每次他把石头推上山，他都会滚下来，让他不得不重新推上去，他再踹上去，不停不止的受罚。他做了什么错事？有2个人躲在门后，外面的人发现房间有问题，立即逃跑。韩太立刻就追了出去，结果男人用手勒住了他的脖子，然后要刺出7手。瑞海现在到了，不用器械，直接接住刀，将男性推至墙角。瑞海发现地上有一个西格玛符号的涂鸦，他们抬头看了一眼，从楼顶往下扔了一堆大石头。救了瑞海，他小心地处理着伤口，格外细心，心疼地看着瑞海为了保护自己弄出的金身太受伤了。清理伤口后，韩太树坐到电脑前，看看小瑞目前的生活情况，突然发现今天是瑞海的生日。第2天，他们就来到了游乐园，碰到了自己妈妈和小时候的自己。瑞海克制住了内心的冲动，没有上前与其相认。韩太树正在给瑞海买冰激凌，收到西格玛的电话，同时管制局也突然出现，抓住瑞海。西格玛给了韩太树2个选项，一是找到他解决问题，2是选择照顾瑞海。女人还是世界，你只能2选1。瑞海被打中肚子了，此刻瑞海渴望妈妈能看见他。等韩太树来，管制局的人已经带走了瑞海。审讯室内给瑞海注射了一种神秘药物，只要用这种药物注射3次，穿越的人就会变成分子形态，在这个时空里消失了。很快，瑞海就开始有反应了。你追求韩太树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不都知道吗？还问我干嘛？然后被下一针打了下去。此时韩太树正自信满满地步入管制局，按下电磁开关，周围电力突然断电，然后用黑客技巧释放所有时间旅行者，破坏保安系统。瑞海的约束解除了。这时男人打算除掉瑞海，但是谁把手枪打湿了撞针，手枪变得完全报废，不能使用了。瑞海顺势制服了那个男人，药效开始发挥作用，瑞海晕过去了。韩太树赶到了，找到他。撤离时门口围堵了2个人，紧急关头大喊一声，你可以始终信任朴社长，让所有的牢门打开。人潮涌动，向保安员示意政府方向。朴社长厉害，打败了很多对手。在朴社长的指导下，大家一起逃走。刚到车边准备上车时，朴社长的下属却被击中其中1枪。男人再次扣动扳机，韩太人都没事。老爸，回到商场后，瑞海一直没醒过来。韩太树找到朴公司总裁，想知道如何治疗瑞海。朴社长表示瑞海已经没有救了。韩太树拿出手机打开 app， 他知道朴社长有可能在等待，但那个人一直没有过来，所以他就在那里整夜等着那个要下载的人。说完就关了所有设备和程序。朴会长只能遗憾地告诉韩太树，瑞海正在逐渐消失，因为打分离针剂，他的灵魂会穿越不同的时空徘徊。如果再过2天不打解药，瑞海的灵魂将会完全消失。然后他给了他一张名片，西格玛，我和阿格尼斯是最早来到这里的，现在只有一种治疗方法，找到阿格尼斯了，他还带了药剂过来。然后韩太树根据名片找到一座教堂，他进了教堂，里面1个人也没有。突然的，这是正义和邪恶首次直接对抗，终于见到你了，韩太树。后来朴社长也被西格玛打败了。西格玛问来这儿的原因是什么，韩太直接表示他是为了找药。西格玛想要你完成最后的编码任务，然后他会给你解药。韩太不同意这个要求，未来会因为他上传的人而灭亡。然后西格玛把枪递给了韩太树，
只要韩太树射杀西格玛，就能阻止核战的发生。韩太树抓着手枪犹豫不决，他始终没有开枪。为了拯救瑞海，只要干掉西格玛即可。时间会变动，瑞海也会因为连锁效应而消失掉。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救他的药物。你为了一个女人就选择毁灭世界，这太不值得了。人是自私的，无论其他人怎么想，我和我的家人，我的财富才是最重要的。也许只要韩太树答应了，世界就不会崩溃。帮他写出上传者最终编码，西格玛最后还是同意提供给他药物。你说你是来找解药的吧？拿走它，有个特别的注射方式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就带走阿格尼斯。你在搞什么鬼？你对我很重要，是我计划中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最后西格玛问了个很有内涵的问题：你忘了我吗？看起来忘记了。西格玛带着他的手下走了。去商场，阿格尼斯说，此时的瑞海似乎正在熟睡中，可事实上他只是在回忆中漫游。要救他，得有人去他的时空，给他打解药回瑞海，不然的话，过2天就会完全消失。韩泰做好准备了。阿格尼斯立即拿出解药，告诉了韩泰树，只剩2针药剂了，之前的实验注射失败了，你现在要尽快打针。你们回不来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一路平安，请帮我修改句子。然后阿格尼斯拿出针筒，给韩泰注射药物。韩泰回到了过去，并找到了瑞海。他迅速冲向瑞海，并抓住他，给他发个消息，让他赶紧回家。他们随后出席了韩泰树父母的丧礼。原来药物也让他恢复了记忆。父亲认识的人带着伪造的借条，骗了赔偿金，然后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个场景。2兄弟互相依靠，哥哥早早的辍学了。虽然韩泰树已经经历过一次，但现在又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他才明白哥哥有多不容易。等他睡着后，哥哥突然嘤嘤流泪。2秒后，突然来了2个人，天空阴沉了许多。韩泰树现在完全崩溃了，他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尽头，他根本不敢去开下一扇门。那扇门后应该是我哥的葬礼。本是韩泰树在救人，却变成了被救的那个人。瑞海看不惯他自暴自弃，开始谈论未来是多么残酷，总有人比你更惨。瑞海一直劝说着。韩泰突然醒了，2个人走过最后一扇门，回到了距离现在最近的时光。当韩泰树打开药物解谜时，发现药只剩1支，另一支刚刚不小心摔坏了，但他还是瞒着给瑞海打了针。你也赶紧动手吧，抱歉瑞海。瑞海反应迟了一步，韩泰让他回家时去自己的别墅住，秘书会帮他的工作。瑞海，不要这么严肃了，开开心心点吧。看看他那可怕的笑容和仇视的眼神，变形的脸和那双眼睛，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不同。我要杀掉所有人。其实小男孩挺可怜的，在学校里我总是被同学欺负。他小时候特别怕爸爸回家，每次都会被痛揍一顿。由于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，心理逐渐扭曲，并渐渐变得阴暗。那天他又被同学欺负，他躲在角落里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有人救了他。小胖子问他：你是谁啊？小胖子劝韩泰树别掺和，要不然就连你也一起揍。这时韩泰举起了手，递给他一个装有那盒水的瓶子，让他们一起放，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。好奇的小胖接过2瓶水，慢慢的倒进瓶子里。后来发生了爆炸，吓退了一帮胖子。从那以后，小男孩就把韩泰树当朋友了。放学后他一直跟着韩泰。最近没人欢迎你了吧？能不能再给我示范一次上次那个可能引发爆炸的项目？为啥？我就是想温习一下。可是这些东西在哪里买到啊？会很贵吗？科学实验用具。男孩露出调皮的笑容，走了。晚上男孩在房里高兴地欣赏一幅满意的作品，任凭爸爸在门外等，他一点都不怕。房间里堆满了那盒水。你完蛋了。第2天，老师发现小男孩缺血。这时候教导主任进来，低声对老师说了几句话。老师赶忙安排了自习就走了。老师离开之后，小胖告诉同学，他家发生了爆炸并着火，他奶奶和爸爸当场去世了。韩泰树有点不好的感觉，我能看见未来，我画的东西一定会实现。于是跑去男生的桌子找，终于找到一幅图了，内容让他很失望。韩泰树突然看见了自己的哥哥，好像在做梦一样。他的哥哥正好在那里，看见韩泰树兄抱住他，一直在向过去的自己道歉。他取出丢失的药水，直接给韩泰树打针。这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这次兄弟2人是真的分手了。他们最后一次紧紧拥抱。韩泰树很快回到了现实，他轻轻地摸了摸瑞海的头发，2人兴奋地拥抱在一起。回到家后，他们计划在西格玛遗留的画中找到线索。这时候瑞海跟他说，未来这里不存在。然后韩泰树开始扫描画作，发现了一幅奇怪的画。韩泰树发现自己小时候见过这种画。接下来
两人跟随韩太树，在小学课本里找到了相似的话，于是他们俩去找了韩太树的小学，找到讲义，当时老师给的。老师发现他是韩国艺术家，你就是韩太树吗？哇塞，我是你的超级铁杆粉丝，你长得更帅呢，马上拍照。当两人走开后，老师高兴地换了个脸。他打开文件柜，里面有真正的老师，他有一张和韩太树的合照，发给了监管机构。韩太树在学生档案里看到了小男孩的照片，原来他就是那个西格玛。突然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他们走到窗户边看了看，他的名字是西格玛，想获得时光机最终的程序代码。他带领着监管部门围住了韩太树和瑞海，在火力的强攻下，两人被逼上绝路，只好用货柜堵住了门。管制局的人在门口犹豫不决，一直没有进攻，他们等待进攻的时机，否则时间线可能会发生变化。瑞海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在等候，他们本可以直接冲进来的。韩太树在墙上刻下求救的信号，动作迅速，希望未来的人看到这段信息能够回到过去拯救他们。马上，枪声一响，埋伏外面的狙击手陆续倒下。管制局的人完全没有料到会被杀害。西格玛看到情况不妙，只好退走。韩太和瑞海出去看看，我看到自己的车子开过来了，车上的人下车了。一个穿越回来的保镖救了我，他当时在会场保护韩太树遭遇袭击，变成了植物的状态。他为啥会来这？20年后他醒来了，在路上遇到了瑞海，正准备时光穿梭回到现在拯救韩太树。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好的。他一直在找韩太树的下落，得知瑞海要救韩太树后，50 cal 保镖给他提供了枪和行程策划。保镖把一切都告诉了韩太树，此刻他的伤势更严重了，快不行了，别和他对着干，你打不过西格玛，这次我不会挂，西格玛都知道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真的想击败他吗？就算要死也一样嘛。看着韩太树一脸坚定，他拿到了一个保镖递给他的盒子，告诉他只有在最后1秒，别无他选。保镖说完就走了，他们想解决当下的问题，防止核战爆发。经过海霸的协助，韩太树他们没有找到西格玛的踪迹，但是我找到了，他用的网名是徐福吉。徐福吉原来就是西格玛。留意他正在吹口哨，用打火机点燃煤，使用胶带封住门窗，系好绳子围脖上，想要自杀。电话响了，他说有人要买他的画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失败的画家。他马上就笑了。你知道量子时间很长吗？韩太的技术也很高超。此时韩太树和瑞海已经找到了画上的地址，终于找到了徐福吉，两人打算直接干掉他，这样西格玛就没了。然而他们并不知情的是，时间穿越过来的西格玛，他们的动态都被我盯得紧紧的。韩太突然想起了他的手机，韩会长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你近况如何？西格玛他已经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周全了，他利用韩太的身体作为威胁，哥哥躲避时间混乱的意识，但是他还拿着他的尸体。西格玛不要跟踪我，要是你杀了我的话，那瑞海也会消失没了。这时候普社长拿着包裹走了进来，他把包裹交给了瑞海，一看到打开，原来是爸爸的胳膊，还有瑞海和他爸爸的合影。愤怒的瑞海急切地想要干掉徐福吉，韩太树挺身阻止，为了救他的哥哥。瑞海却以为他只关心哥哥的安全，把韩太树推开，开枪打死。徐福吉没死，就利用混乱逃走了。他已经决定跟西格玛了结了。他用手拿出一些白色的粉末，在瞬间，我脑海中闪现出熟悉的场景，原来是申宝住户自安己权的为人来携带了自己将来的骨灰。根据时光约定，未来和现在的自我会融为一体，记忆会混合在一起。他回忆起了所有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凭记忆找到避难所，我找到了 Ruhei， 这个避难所是他自己建的。他告诉瑞海，给他3分钟就会走，所以他向瑞海介绍了里面的各种设备。他备了好多抗生素和各种药品，还有各种武器种类，各种水果、食品和饮料。这次他在门上加了一个备用开关，即使门口的开关坏了，也可以把门关上，这样你妈妈就安全了。你们可以一起住在这里了。已经3分钟过去了，我出发了。两人重新和好。就在他们要出门时，韩太树的身体开始发光，他把瑞海推开了，把他关在了避难所里面。等我结束，我就回来找你。韩太树门快开快！这是怎么搞的？时间的理论，我预见了未来。未来瑞海被西格玛杀害，核战爆发，所以他将独自承担拯救世界的任务。然后韩太故意告诉了管制局他的行踪，眼镜男发现身边没有瑞海了，立刻告诉西格玛的消息，将来没有瑞海参加，连西格玛也猜不准。韩太给我打电话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？你应该好好管理个人信息。你这个听着，从现在开始所有事情都是我安排的。
接下来我会把你玩弄于我的掌心之间，你最好好好挣扎吧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别发呆了，赶紧去找那个女人吧。黄毛很快就被抓了，管制局的人逮住了他。西格玛给了他2张机票，让他带瑞海走，威胁了黄毛的家人。黄毛被逼同意了。黄毛后来去了避难所，把瑞海救出来了。黄毛带着瑞海去机场的路上，现在有2人被管制局追踪，通知附近的人去抓住瑞海。黄毛挡下了所有子弹，救了瑞海。男人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部打完了。朋友去世了，我见了他。愤怒的瑞海冲了过去，男人很快被击倒。他愤怒地对瑞海说：“你就像当初杀我妈妈一样，直接杀了我吧。”瑞海最终还是放过了他。他把男人带回来，和妈妈一起做泡面的事说了出来。这一下男人完全明白了。不过这时候黄毛还是拿到了饭盒，瑞海只能独自上路找韩太树。在另一边的教堂里，有人在教授韩国泰拳。西格玛进入了最终的战斗。西格玛逼迫韩太树写下上传者的最后代码。听见了刀外的枪声，瑞海已经到了。他很快地处理了屋里的所有人，但是西格玛抓住了韩太树，瑞海只能不得不放下枪。在西格玛记忆中，韩太树和瑞海在这里结婚的时间是对的。然后他用枪杀了瑞海。韩太树的身体现在开始发出闪光，他对西格玛表示未来已经开始有所不同。他举起手开始计时。西格玛的手机响了，但没人说话。算了吧，我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，反正就这样吧。就在西格玛准备杀瑞海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也开始忽闪忽闪。看到这个情况，瑞海站了起来，一脚踢飞西格玛，手下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开了。愤怒的西格玛击败了2个人，他猛地掐住了瑞海的脖子。突然一枪响，西格玛倒下，紧接着又一枪直击他胸膛。至此，西格玛都没弄明白时间线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。时间线可以改变，是由于韩太树后续行动的影响。他处理了上传者最后的编码，限制代码只执行1次。2人回到了昨天，他们去了警察局，找到海霸，让他去找徐福吉。事情处理好后，给他打个电话安抚一下。然后韩太树一个人找到了黄毛，他把防弹衣递给了他。黄毛穿上防弹衣，挡住了瑞海的子弹。最后他们来到教堂的第2层，选好了埋伏点。因为时间观念的影响，他们的身体会发光。西格玛的身体闪闪发光，因为海霸找到了徐福吉哥哥，把外套脱掉给他披上。终于有人关心徐福吉，没有完全变成坏人。而终结西格玛的枪手不是其他人，韩太树和瑞海回到了现代。2人把事情搞定后，就来到了教堂中央。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未来和现在交错，所有时间旅行者都需返回正确的时间轴。瑞海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突发，居然是公司的副总。他举着枪对着韩太树，让他搞定上传者的最后编码。他会成为下一个顶尖人才吗？